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我們會特別來聚焦到的是外星科技降臨嗎？伊朗在這次的美伊戰爭當中釋出的水母陣擊落了 F-15，這個技術是不是源自中國大陸？另外，今天會來關心的是蜂群團滅的算法，6.6毫秒可以定生死。以色列的部分為什麼到現在還不願意撤出黎南呢？是怕滅國嗎？今天就是有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觀眾朋友幫我們按讚，並且呢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告訴我們你在哪一個城市觀看，也按下熱推薦。謝謝觀眾朋友們的支持，我們寰宇新聞頻道正式的突破了112萬人。另外，環球大戰線的主頻也破了12萬人。因為觀眾朋友敲碗呢，我們特別開啟了大戰線會員的粉絲專區。歡迎動手一起來加入，成為我們的戰友。在這當中可以獲得最及時、最深入的第一手國際評論分析，還有直播跟粉絲互動的活動。歡迎觀眾朋友一起來加入。好，首先歡迎我們到場來賓，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國民黨駐美前代表處常駐副代表黃玉軍。主持人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密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就美伊戰事，我們要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的，我們請我們的來賓來特別做解答。我們先來看到呢，美軍有一架 F-15E 被伊朗的蜂群無人機是透過雷區式的包圍擊落了嗎？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訊息哦。那這是來自於飛行員的說法，他說在跳傘前呢，直擊了空中有一群這個空中有蜂群的一個協同作戰的畫面。這是一個傳統的戰爭，還是其實這一場戰爭已經進入到 AI 自主獵殺的時代了。第二件事情要來看到的是，如果說伊朗真的具備我們等一下會來看到的這種多機協同跟網狀控制的這種能力的話，是代表說這背後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無人機技術支援嗎？會不會改寫下一代戰場的規則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我們會來關心，為什麼以色列至今還是要死守黎巴嫩，是怕真主黨接下來變成了貼身的飛彈跟無人機的要地，讓伊朗有突破口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收到的最新消息是，美軍的 F-15E 的戰機在伊朗的上空遭到擊落了。那麼來自於這位飛行員跳傘前他的說法哦，同時 CNN 做了一個報道，這個說法也是嚇壞了美國的情報圈。我們來看看這個飛行員他的說法，他說呢，證詞說，當時他看到了這個影像，就像是電影情節一般。他看到了有多架的無人機是彼此連接在一起的，像是一個巨大的形體在空中不斷的盤旋之外，旁邊呢還有多架的小型無人機跟隨在下方。他說，這就像是一個水母的觸手，形成了一片無人機的雷區。好，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的是美國情報單位特別做了評估，他認為說，這麼高的一個技術，伊朗過去是不可能擁有的。這個技術是一對多網狀的一個網路哦，是能夠透過操作員他去同時指揮多架無人機來進行複雜的這一種協同作戰的。他認為伊朗不可能有這樣的技術，是不是這樣的技術來自於中國大陸或者是俄羅斯的支援呢？那麼剛好在同時間，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所釋出的無人機蜂群，近期曝光的這個是阿特拉斯。今天我們會特別來做一下報道哦。阿特拉斯它有一些系統的特性，就是它可以在近100架無人機當中，空中形成一個密集的編隊，然後快速的呢就可以做精準打擊跟識別目標。核心的技術就是說，每一架無人機其實它都會有一個智慧的大腦，可以互相的交流、共享信息。關鍵來了。1名的技術人員，他可以操控96架的無人機。再來另外一個技術是我們今天也會特別來看到的，這個叫做團滅的技術。講簡單一點，就是說無人機蜂群他們在空中的時候，如果說你被碰到干擾的狀況的時候，它還是能夠保持全自主化的一個能力哦，而且決策非常的快速，只要達到6.6毫秒就能達到100%的一個殺傷力的攻擊力。節目一開始先特別請教漢廷怎麼看了？伊朗我們說這一項怎麼那麼像是一個外星科技？技術轉移背後有沒有中國大陸的支撐？因為我們剛剛也特別講到了阿特拉斯嘛，漢廷怎麼看？這個新聞很有趣，它是在4月份的時候，F-15E 呢在伊朗境內被擊落，那飛行員呢是躲了1天之後才獲救，就說啊這個是外星科技啊，但是它這一次的墜機有腦震盪。
所以美國情報圈自己都在吵，他是真的看到了新的技術，還是那是对方的測試，還是沙漠裡的海市蜃樓，再加上腦震盪的幻覺呢？好，那 CNN 的報道雖然有所謂的這個知情人士，但一直都沒有官方的證據來證明這是水母來擊落了 F-15E。所以初步報告只能說，可能對方確實有一些無人機的編隊，但是沒有辦法能夠證明伊朗已經掌握了阿特拉斯的蜂群。是，什麼是蜂群呢？就傳統的無人機就是遙控嘛，我按一下上下左右，它就依照上下左右來飛。蜂群就是一群小的無人機，它不是各自亂飛，它自己會聊天、会分工，還會補位，就好像是我們在打王者榮耀裡面的小兵，再加上 AI 掛，就我只要下一個命令，你去那邊打坦克，小兵呢他就會自己去分誰去探路啊，誰繞後啊，誰要自爆啊。那如果誰被打掉了之後，其他幾隻還會完全自動重組我完全不操心。所以大陸的阿特拉斯跟伊朗的水母，就假設有的話，目前世界的分析大概這樣：阿特拉斯呢，一個人就可以操控96架，伊朗水母如果有一個人，頂多6到20架。那阿特拉斯呢，基本上它都有每架有自己的腦，就如果斷鏈了，它照樣飛。但伊朗的水母呢，就是它都要靠母機來做中繼跟連接。如果母機掛了，那這個小的飛機也就沒有用了。而且呢，大陸的沒打掉，比如說打了10架，其他86架都會自動補位。那伊朗的暫時還沒有達到這個能力啊。而且說了，母機掛了，那子機其實也就沒什麼用。那如果我們問是不是有大陸的技術轉移啊，這個疑問呢，其實是從這個美國的情報機構幹嘛呢？就是潑髒水嘛。反正伊朗壞啊，那伊朗的這個技術一定都是大陸給的，所以大陸也壞。那我們要分成幾個層次啊。如果是說零部件啊，那確實是有啊，就一些什麼引擎啊，那民用的這個晶片啊，什麼抗干擾的天線，就這些呢，可能會有實際上透過第三方巴基斯坦啊，或者民用轉軍用，會有一些這個零件上的過去。那但是第二個呢，說蜂群協同算法。這到目前是很可疑，但是也沒有實證啊。因為1對多網絡的作戰呢，在中國大陸、美國、俄羅斯都有在做，這也不是中國大陸的獨門絕活，美軍也有啊，俄羅斯也有。那伊朗如果要搞的話，它最現成的老師反而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俄烏的戰場上有比較多的數據跟經驗，直接跟伊朗比較有機會。那你說伊朗的這個水母有沒有辦法能夠達到阿特拉斯等級呢？目前根本不可能，因為阿特拉斯也是在今年3月份不久之前，央視才全流程公開的東西，所以這些參數伊朗短期根本做不出來。你不能看到鄰居說他好像用一個華為手機，然後有一個什麼大疆螺旋槳，然後呢你就說這個叫做解放軍的蜂群系統啊，所以就是可能有零件很像，但整個系統還談不上。好，所以2個技術，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特別談到的這個蜂群的連接作戰技術，另外一個是團滅，就是在它各種的狀況之下碰到了干擾，它還是可以斷鏈來滅敵的能力。幹哥又怎麼評估？好，這個西北科技大學他們這個提出來的這個概念它是航天學院所發展出來的。然後呢，這個叫 HGSTR， 那 STR 的技術是什麼呢？就是異構圖的時空推理聽起來非常科幻，就跟漢庭剛剛講的。我說句實在話以這個人類的科技到目前為止一個操作員叫做飛手大家都知道，飛手就是什麼？他就是飛行員。飛行员把所有的飛機放出去。通常來講的話，我們的印象，俄烏戰爭進行了4年多到現在，我們知道一個飛手最多只能夠操縱1架無人機，這是我們的認知。你要操縱2架以上，那恐怕就是一個非常新的技術。而西北大學他們能夠做到一個飛手可以操控96架，那就是一個人放96片風筝了。对，那個太厲害了。我看你連那個用手去抓的時間都沒有，那就是靠什麼呢？那就是靠你的疊位的技術，你可以讓你的鍵盤前面可以顯現出這些在你手中的無人機它的方位、高度以及速度、濕度等等這些資訊。那我想請問一下，它的界面要有多精細？它就不是一般的電腦它必須是一台非常強大的電腦，才能夠控制這麼多架一起。而且剛剛漢庭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當我被擊落的時候，
我的同伴會不會因此也被擊落，或者是失去了作用？不，他們現在把這些升空的無人機分成2隊，一隊叫做偵察無人機，一隊叫做攻擊無人機。也就是說，前一隊是偵察的，後一隊是攻擊的，但是他們都有各自的大腦。也就是說，當我前面的偵察無人机被擊落的時候，攻擊無人機不會因此而被擊落。那就什麼？那你就必須要你的電腦分流就要做得很清楚了。所以現在我們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說，F-15的飛行員他是被水母攻擊了。這種技術我可以告訴你，伊朗絕對沒有，俄羅斯也沒有，只有中國才有。所以這一架 F-15戰鬥機的駕駛員，他已經得了這個，就是說戰後的症候群了，你知道嗎？就是說他被擊落之後，他可能在心理方面有一些的恐懼啊，跟一些心理的傷害，他才会講出我遭遇到無人機隊，它像水母群一樣升空，讓我失去了方位感跟速度感，造成我墜機。所以我們認為像他這樣子的說法，但是我也有特別注意到，這個不是只有國際的通訊社有而已。美國的主流媒體現在還沒有報道，但是我們台灣有好幾家媒體都有報道同一事件，代表這個事情不是空穴來風。也就是說，這個新聞是真的，但是這個飛行員說的是不是真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們真的要嚴格來講，到目前為止，只有中國大陸，大家看大疆就知道了。大疆的無人機系統它不是顯現在作戰系統，它在災難的現場的救援。大家可以看到協同救援已經看到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技術了，代表中國做得到，只是應用在戰爭科學跟技術上面沒有那麼早，沒有那麼快啊。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阿特拉斯它是一個讓你覺得說那是一個可能是星際科幻的東西，也對，但是它會不會做得到？那你就去想一想，春晚的跳舞機器人，他們做得到嗎？而且大家要知道。春晚的跳舞機器人不會一個倒掉，全部都倒掉，不會。所以大家就會想到說，中國在這方面的科技的研發跟創新是你想象不到的。那我也相信這個 F-15飛行員看到了所謂類似阿特拉斯的這種群蜂式的無人機攻擊，在將來的作戰場域上一定看得到。只是這一次他可能是活在夢魘之中，但是他已經看到了未來。那我們也看看西北科技大學下一次會有什麼更驚人之作。好，這個是在這一場戰事當中，我們看到了最新的這個軍事動作。那我們也來看到目前呢，美伊戰事接下來用政治面來講，這個和談到底有沒有望？現在其實卡關的地方還是卡在這個以色列到底會不會停手，尤其是我們知道美伊都已經簽完成了這個備忘錄，結果呢，這個納坦雅胡以色列是沒有參與在這當中的和談的。結果被爆出說，納坦雅胡看到了這個美伊的 MOU 之後，開始有一些歇斯底里哦，尤其他很擔心美方現在在合理化伊朗在黎巴嫩的影響力正在擴大，所以呢，最新以色列總理跟他的防長們一起發布聯合聲明說，我們還是拒絕撤出黎南地區。那另一方面，以色列還要擔心的事情也包括了說，伊朗的彈藥庫是恢復到戰前的75%，這是來自於西方情報機構所做的一個評估。另外，他們說還有俄羅斯的這個武器，新的武器支援也會進一步再增加伊朗它的戰力。那伊朗的大使最新也警告了說，如果以色列接下來敢打真主黨的話，他們也會做進一步的軍事動作。現在來關心就是為什麼納坦雅胡到現在如此的強硬，他是不是擔心說，這個黎巴嫩真主黨可以在伊朗會透過黎巴嫩真主黨在這邊部署，不管是飛彈或者是無人機，來近距離進一步攻擊以色列。納坦雅胡的心態，玉軍怎麼看？這個真主黨在这個對以色列來說啊，他真主黨要不要從這邊撤軍，他已經不是一個撤不撤軍的問題，他現在在意的是什麼？誰來重塑中東的秩序的問題？那因為這是一個權力的鬥爭，哈，以色列他現在看起來他在戰爭上，他的武器有絕對的優勢，但你看為什麼現在這個美國川普一直去希望伊朗簽，但伊朗為什麼現在遲遲不簽這個他們最後的停火協議、停戰協議？就是
伊朗跟美國現在在博弈的是，伊朗希望它持續的在中東有不管是真主黨啊、胡塞組織啊這些他的所謂的這個他的小弟們去擴散他的不管是在其他國家的這個實力或者是他的控制力。那以色列最害怕的就是這個。你看前幾天这個真主黨就在這個黎巴嫩這邊發動攻擊，變得以色列要回擊他。所以講得更精準一點，就是以色列如果沒有這個戰略的縱深，黎巴嫩對他來說不是一個領土，它是一個預警系統。就是國防學上，它建立一個威脅這個擋在它國防以外的一個系統。那這個系統一旦不存在了，那對他來說，他整個防禦系統就要重新的，他等於是暴露在不管是真主黨或者伊朗要攻擊他底下。那第二個，這個奈坦雅胡為什麼現在一歇斯底里？就他很怕川普把這個真主黨合理化了。因為以前這個黎巴嫩的政府事實上對於真主黨是把它列為一個非合法化的一個組織。那一旦它變得合法化之後，有了正當性，那伊朗的這樣的一個代言人被美國正當化之後，一切好像看起來都是能夠被安排的。那是不是就代表說，美國想要重塑這個中東的秩序，就是把伊朗變成他一個陸局的一個這個舉手？這個是這個以色列奈坦雅胡他不能夠接受的事情。那因為對於川普來說，很多人會問，那川普他能不能？因為川普是過去40年來說最支持以色列的一個總統，他會不會拋棄以色列的這個利益？第一個是國會已經叫他撤軍了，對，所以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第二個是我們從歷史上來看，不管是雷根他想要把這個飛彈賣給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老布希時代他有一些援助的事情。共和黨他們在自己的利益存在的時候，他們是會跟以色列分流的。所以川普在這個時間點上，他看起來他會跟奈坦雅胡分歧的走。那最後這個分歧的走不一定是一個翻臉，因為這個事情呢，美國跟以色列未來還是要再合作的。所以棋盤就是說，未來停戰之後的秩序長什麼樣？第一個就是美國如果當莊家，伊朗會不會入局？過去是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跟海灣國家，以後會不會多出來一個伊朗，變成一個制衡？美國現在不是談3000億的美金的這個援助嗎？那事實上對於川普來說，等於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生意伸到伊朗裡面去了。那之前一直在談說，為什麼伊朗的民眾沒有起來反伊朗的政府，就是他們感覺美國一直去拖垮他們的經濟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以色列如果輸了這個戰略的縱深，以色列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國家？它會不會變得更瘋狂？它會不會更跟美國脫鈎之後，它會怎麼做？第三個就是我們從東亞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剛才假設對了，以色列變成一個不受控的一個國家，美國會怎麼樣去制裁它這個所謂的不聽話的盟友？那我們在亞洲這邊來看，就也看美國在上面怎麼會對付這樣子的一個國家。好，謝玉君，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